易贝店铺被封已经过去2个星期了，终于解封了，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。现在心情是相当的高兴，但是回想这整整2个星期，过程还是痛苦的。6月10号下午3点，当时我收到了易贝的邮件，说限制我的上架权限，冻结我的资金。我在6月14号提交了申诉材料，直到6月24号下午2点才收到了易贝的解封的信息，恢复我的权限，资金也可以提现了。回想整个过程，发现这次的经历还是挺特别的，正好今天来给大家复盘一下。这2个星期过得相当焦灼，为什么很担心这次的封店情况？原因之前我视频也提到过，是因为我有一个账号1年前已经被永久停封了，那次的过程还历历在目，很怕这次的账号还是会被永久封禁，所以心情很难过。但通过我的复盘仔细对比了一下，发现这次封店和上次有一些不同。那我就先说一说我去年被封店的情况。去年的时候被封店其实是有迹可循的，为什么原因之前也讲过，是我当天的销售额突然激增，达到了往常的销售额的10倍、20倍那么多，可能触发了易贝的安全检测。当天就收到了易贝的邮件，说要限制我的上架权限，并且把我的所有商品全部下架。原因是为什么呢？之前几日我上架了一个泳池的产品，是一个品牌的泳池产品，原价是900多，我卖是600多，价格还是很有优势的。但是上架1、2天一直也没有人来买。有一天就有一个人给我发了一个550块钱的 offer， 我就很开心就接受了。当时就给他发完了货，接着我又马上向供货商又要了6个货。之后我就上架，这个人看到他买完以后我还有产品上架，又来联系我说你是否还有产品，他想要全部购买，还用上次550块钱的价格。那我当然是好了，我就同意了。我6个产品就是打包一起卖给了他，所以那一天的价格会特别高，这也是仅仅一个方面。当我回家之后检查那6个产品，发现其中有2个产品是 open box，已经被打开过了，尽管产品是全新的，但是已经开箱了。所以我又联系这个顾客说有2个产品是 open box， 你还需不需要？那个顾客表示说，那我就退款吧，我就给他操作了一个退款，所以又退了2个款。紧接着我马上又把这2个产品去重新上架，就很奇怪，以前一直没有人关心这款产品，就突然就很多人来买，又有一些人给我发 offer， 发的还价格挺高的，所以剩下的2个也立马销售了。当天的销售额就是卖了6个550块钱，因为销售非常好，也带动了我家店铺其他的产品也很好，导致了当天的销售额就一下到了4300多块钱，销售是我平常的20多倍。所以也可能是因为这一个销售额去触发到了易贝的安全检测，再加上又有退货、退款、重新上架等问题，他可能觉得这个账号不是很安全，立马晚上的时候就收到了一封邮件，因为安全问题要限制你的产品上架，并且把我商店的全部产品下架了。当时要求的是你需要提供所有订单的发货情况，2处理正在有的售后纠纷。这2个情况我是没有的，我一直都是本土发货，采用的是 USPS， 一直也都是定时更新上去的。另外也没有售后纠纷在进行，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他要求这一些。也是第一次，也很着急，就觉得店铺被封了，没有收入来源了嘛，所以马上就给他发了一封邮件，就说我已经上传了所有的单号，并且也没有售后，你能不能看看我的店铺，赶紧给我解封。写的比较简短，就是很迅速的发了一个。那边立马就回复邮件，并且加了一个附加条件，说你需要提供所有采购的小票证明，而且他还特地强调了小票必须是供货商的小票，批发商的小票，而且要显示时间、账号信息、购买人物等等一系列要求，而且特别强调了是说
产品的照片是不符合要求的，它不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小票。那截图我放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可能会知道，我的产品都是去 Bin Store 或者是 Costco 买的，小票不符合他的要求。那我就上传了一些试试看的心态，就发给他了。他给我一来二去说几次，你还是要必须提供供货商的小票，但是我一直也提供不出，跟他解释了一下我们这种二手贩卖的性质，但是可能邮件表达的不是特别好吧，他没有理会。紧接着他就发来了一封邮件，告知我你的账号被永久限制销售了，并且你不允许再注册新的账号。在这个账号被封了之后和过程中，我也尝试了很多方法，想在网上去寻求帮助，并且找人帮忙。有一些网站可以说付费的形式帮你把账户要回来，我也去咨询了。过程就是骗子，还好损失不是很大。这个经历可以有机会再找一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骗子，千万不要相信有钱能把店铺的账号要回来，还是按照他的要求去提交他想要的材料。那实在提交不出来呢，可能只能店铺被封了。因为我也做了很多功课，看到其他人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办。当时从这次被封店学到的经历就是：一，不要相信能花钱解决这个问题；二，千万不要一天卖太多东西，产品要分批上架，不要经常的退货之后马上 relist。其实这个产品还挺倒霉的，当时卖完了以后还有2个退货，现在退回来2个还在家里放着，都一直也不敢再上架再卖了。第三就是切勿心急吧，慢慢准备材料，不要那么心急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一步一步的来，要等当时的订单全部显示投递，纠纷完全没有了以后，再给那边发邮件，可能效果会好一点。因为有一些订单还在运输过程中，我就马上联系了eBay，可能比较着急，所以导致了上一次就是被永久封店了。那么这一次被封店之后呢，由于有了上次的经验，就没有那么着急，而且仔细看了一下他的情况和上一次有一些不一样。首先是完全没有征兆的，我当天的营业额完全没有特别，一切都是非常正常的在经营，没有很多的退货，也没有售后纠纷。当天也没有卖特别多的产品，就突然在下午3点收到了一封邮件，说限制你的上架权限，冻结你的资金提现，并且把一部分的产品给下架了。这一次是不同的，不是全店产品下架，而是只是部分产品下架。提出的解决方法是：一，提供身份证明，这个我有，就是我本人注册的账号；第二就是提供小票证明。这次他写的小票证明没有像上次一样要求那么严格，他也说了可以用一些照片的形式表示你拥有这个货品。会仔细研究一下，和上次是有一些不一样的。那么我在这一次就很小心的处理了这个问题，准备材料就花了3、4天，也特地去商店拍了一些我的采购视频和一些产品拍照的视频，把我的身份信息和我的货品一起进行了拍照处理，并且很感谢 ChatGPT 帮忙给我写了一封非常好的邮件。而且这次在邮件里头也详细解释了我的销售方式，然后我的进货渠道在哪一些店铺，把店址也发过去了，也可能这一些有帮助吧，所以才能这次的解封。不过在14号提交材料，他说是2至5个工作日就可以收到回复，一直到24号我也没有收到回音。那我当天就发了一个 follow up 的邮件去那边，发完之后下午就收到了邮件解封了，也可能是这个 follow up 的邮件有用吧。总而言之，店铺就是回来了，解封了，应该是运气好吧，因为这一次好像没有上一次那么严重，当时只是一个部分商品的上架，而且他也提到了具体的某一个产品特别想要小票证明。那么再仔细一看，他这次要求是我们把申诉材料发到一个叫 ProAct 的部门，那这一个部门是主要处理一些侵权产品的。而且我查了一下，像这个部门以前发送的一个错误是 MC009，这些年才把这个变成了
011。所以这一次的 MC011和我之前碰到的 MC011是不太一样的，主要是跟这个 ProAct 部门有关系。最后解封的邮件也是没有在易贝的 message 里面出现，只是单纯给我的邮箱发了一个邮件，所以这次的情况和上次有一些不一样，也可能是这次能解封的原因吧，也是运气好。不过以后还是要小心，那么还是要总结这一次经验，继续是不要上架过多的产品，买太多的产品，品牌的产品要注意，不要一次性卖太多。另外，最好还是有一个备选账号，在账号出现问题的时候，还有一个Plan B 的一个方法。虽然这一次封店只是部分宝贝下架，在商店还是有大部分的宝贝在架上，但是因为不能上新，所以导致流量不会像以前那么好。那我的流量和店铺销量也是下降了很多，下降了50%左右，也影响到了我的这2个周的买货情况。那有很多产品我就是不敢去选择了，并且有一些发了很低 offer 的我也接了，因为怕要是店铺被封了，那也没有地方销售了。为什么我敢接 offer？ 是因为知道就算是永久封店，这一些钱也是可以在3-4个月之后拿回来的，不会说易贝把你这个钱扣下来。所以我想说，在这一段过渡期能卖的还是赶紧卖吧，万一被封店了，就是更没有办法了。还好现在账户回来了。最后，谢谢大家这一段时间对我的关心和问候，一直在给我留言，给我鼓气加油。终于账号回来了，也希望大家的账号都好好的，在易贝平台上能大卖。接下去我还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易贝之旅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